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丁禹兮这次为什么又被讨论？从南部档案开播说起。南部档案一上线，丁禹兮演的张海虾又成了话题中心。我刷完全集，顺手翻了下弹幕和评论区，发现两集的声音特别明显。有人觉得他是天选张海虾风劲儿、破碎感，原声台词都对上了。也有人嫌这部剧太爱耍帅，慢镜头和造型感压过了悬疑冒险本身。说实话，这两种反应都很正常。越是自带原著粉、双男主、民国奇幻标签的剧，观众越容易带着预设进场，也越容易失望。这次的好评其实不全是因为帅，我看弹幕时注意到，大家夸得挺细。张海虾有温柔稳重的一面，也有危险、失控、带刺的一面。丁禹兮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切换时，有几个瞬间是真的让人忍不住按下暂停键。比如眼神从软变冷，语气从轻转狠，不靠大吼大叫，也能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心里是有裂缝的。对一个年轻男演员来说，这种细节比单纯的脸更能留得住人。吐槽也不是空穴来风。有人觉得打戏和特效没完全拖住氛围，有些段落像在刻意服务名场面，而不是服务剧情。还有观众不太适应他和张新成的表演节奏，觉得两个人都很用力，但不总是在同一个频道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不能完全怪演员。剧本、剪辑、镜头调度，只要一味强调帅，演员就很容易被推向那种偏偶像剧式的表达。丁禹兮的难处，太容易被贴标签。科班学过表演，真正被大众记住是从传闻中的陈千完开始。永夜星河又让他吃到了一波角色红利。问题也跟着来了，观众一边希望他继续演那种灵动、带少年气的角色，一边又会在他重复相似气质时说怎么又是这个味儿。张海虾是一场冒险红事机会，也是矿。这个角色有优势疯批感、宿命感、兄弟羁绊，天然容易出话题，但也有风险，稍微多一分就是油，少一分又不够疯。我觉得他这次最值得看的地方，是他没有只把张海虾演成一个美强惨模板，他在试图让角色多一点孩子气、自毁感和不肯低头的倔。成不成功见仁见智，但至少他在往人物里加东西，而不是只站在那儿好看。他还在一个挺关键的路口。丁禹兮不是没有演技，但也远没到可以无视质疑的地步。他现在更像是站在转折点上，继续吃角色滤镜，可以维持热度，但要走得更远，就得让观众慢慢忘掉丁禹兮是氛围，只记得角色本身。南部档案未必是他最完美的一次答卷，但绝对是一份很有讨论价值的试卷。最后，想听听你们的看法。一部剧播出后，有人上头，有人弃剧，有人为了一个角色继续追，这都再正常不过。对丁禹兮来说，争议未必是坏事，怕的是根本没人讨论。你觉得这次的张海虾是角色加成更多，还是演员完成度更高？如果只看这部剧，你会给他打几分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。